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您是否有想要养成为习惯的事情？比如说英语口语、阅读、慢跑、考取资格证书、副业等等。有挑战精神是非常好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能否将这些事情变成习惯化。良好的习惯能提升生活幸福度，并帮助实现梦想。为了将成功的可能性无限接近100%，需要培养一种作为所有习惯基石的东西，那就是你的自信心。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关于自我肯定感和习惯化内容的畅销书，书名叫做《习惯化是自我肯定感的关键》。自我肯定感和习惯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自我肯定感降低时，习惯化往往无法进行，也很难坚持下去，因为缺乏自信和支持，很容易3天打鱼2天晒网。当我们经常认为自己意志薄弱，责备自己无用等等时，这些想法只会削弱我们的自我肯定感。相反，当我们的自我肯定感提升时，养成习惯就会变得更加顺利和持续，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潜力，成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获得成功经验后，我们的自信心也会增强，自我肯定感也会进一步提升。因此，自我肯定感和习惯养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虽然很多人可能读过很多关于养成习惯的书籍，但本书结合了自我肯定感，探讨了成功养成习惯的关键技巧。我个人也阅读了许多有关养成习惯的书籍，但很少有涉及自我肯定感和习惯化的深入讨论。因此，本书对我来说非常有启发性，相信会有很大收获。今天的内容如下：首先要介绍的是自我肯定感是成功养成习惯的关键要素。接着我会分享如何避免挫折的方法，最后是播种成功习惯的方法。这些内容都非常值得一读，希望大家能够坚持看完。那么，让我们开始吧。首先介绍自我肯定感对于成功养成习惯的原因。现在我们来谈谈日常行为中超过40%是由习惯驱动的，而不是当场的决定。这是2006年美国杜克大学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内容。你是否认为自己在清醒时每一刻都在思考和行动，并且做出选择？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都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接近一半的行为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陷入消极思维的漩涡，或者遇到事情无法顺利进行，那可能是因为你持续重复了对你产生负面影响的习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通过改变这些不良习惯，从而养成对你有益的习惯，你的现状会逐渐得到改善。举个例子，有些人可能已经养成了吃零食的习惯，一有点饿就下意识地打开冰箱。有着吃甜点习惯的人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走进甜点区，为了买便当或者小吃，最终选择了相对大分量的甜点。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想要减肥，就需要改变这些不良习惯，转而关注饮食内容或进行运动来推动减肥计划。然而，有意识地培养新习惯是一项挑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让对你有益的行为变成习惯，你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呢？你能否想象需要坚持多久才能养成这样的习惯呢？根据伦敦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拉利的研究，从意识执行阶段到形成自动化习惯阶段，平均需要66天。换句话说，当某种行为变得自然而无需思考时，大约需要66天的时间。当然，简单的习惯形成周期相对较短，而复杂的习惯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66天只是参与研究者的平均值，因此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参考标准。实际上，测试者习惯形成的时间范围从18天到254天不等，差异很大。重要的是要看习惯是否成功养成，而不是花费的时间长短。所以，即使超过66天，也不必过分担心。对于简单的习惯，最低的养成时间是大约3周，而对于稍复杂的习惯，则需要大约66天成为分水岭。让我们继续努力，
不断选择能够将我们的人性引向更好方向的行为，直到这些行为变得无意识为止。接下来，想要养成新习惯的人，在开始之前，务必注意以下几点。我们往往会在想象并激发动力后，立即开始养成新习惯，以期达成我们期望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试图在追求期望结果的过程中养成新的行为习惯，但事实上这样做的成功率较低。以下是可能适用的模式事例：一、开展独立创业，每天早上阅读专业书籍的计划；二、希望减肥成功，因此尝试改变饮食习惯；三、希望通过副业赚取额外收入，例如每天写一篇博客文章。听到这些模式，你有何感想？这实际上并不意外，因为很多人都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先想象自己达成目标，激发动力，然后考虑要引入哪些新习惯是合适的。这种方式似乎很合理，但事实上，通过意志力启动的大多数新习惯最终都会失败。这是因为以结果为导向的习惯会削弱自我肯定感，尽管艰难困苦，但为了达到目标而强迫自己继续习惯，往往会增加中途放弃的风险。因为依靠意志力行动，并追求结果，通常会在某个阶段遇到极限，这就是放弃的原因。我相信，根据大家自身的经验和观点，大家也会对这一点有共鸣。作者强调了提升自我肯定感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在养成习惯之前，首先要深入挖掘养成习惯的真正动机，并探讨成功养成习惯后生活如何更加幸福。这需要先提升自我肯定感。作者指出了明确养成某种习惯的原因的重要性，确立目标的原因，也就是明确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对于之前提到的情况，如果要明确为什么，可以如下所示：一、希望开展独立创业，每天早上阅读专业书籍。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可能是想要实现一个能够为许多人提供有用业务理念的想法。二、希望成功减肥，因此尝试改变饮食习惯。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可能是想要穿上梦寐以求的品牌服装，展现出时尚的生活和个性表达的乐趣。三、希望通过副业赚取额外收入，例如每天写一篇博客文章。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可能是想要与伴侣合作，共同创造出让生活更舒适愉快的情景。您对此有何看法呢？明确为什么的意义在于，通过清晰的想象得到目标后的幸福感。您可以看到与通过意志力行动启动新习惯时不同的起步方式。这样一来，您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通过养成新习惯并使其成为习惯后，您将获得的幸福感。习惯化的关键在于开始阶段。那些在开始阶段就清楚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会具有动力、接受失败的能力、专注于一件事的能力，以及能够原谅自己的力量，从而在自我肯定感高的状态下行动。这些都还有点难以理解。有些人可能对支撑习惯化的自我肯定感是什么样的概念并不太清楚。自我肯定感被定义为对自己满意并接受自己作为有价值存在的感觉。随着自我肯定感的增强，人们更能相信自己的选择，并变得更加善待他人。总的来说，通过明确为什么，可以更清晰地想象习惯化带来的幸福感。高自我肯定感支撑下的行动更加坚定，并能更好地处理挫折。因此，只有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才能够过上充实的生活，并相信未来将充满美好。很多人可能会误解自我肯定感，认为它只是自我满足，或者因为天生乐观的性格而认为如此。也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无法理解他人感受而感到后悔。实际上，自我肯定感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感觉，不仅仅是自我满足，也不是只有高尚品格的人才能拥有。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却无法充分发挥自我肯定感的力量。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随着经验增加，二是与他人比较。随着经验的增加，我们会经历更多的失败和不如意的事情，我们的大脑在结构上
更倾向于深刻记忆负面经历。这种特性是为了避免危险状态而自然形成的本能特征，同时也加强了我们不想重复同样失败的意识。因此，由于害怕失败，我们可能会避免挑战新的事物，留意他人的态度，并控制自己的言行，甚至限制行为以保持现状。在做任何决定时，也更倾向于选择安全而不冒险的选项。这种行为会使我们远离满足感和相信自身价值的感觉，导致自我肯定感的丧失。自我肯定感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越来越容易与他人比较，无论是工作、收入、居住环境、车辆，还是是否有伴侣等等。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经常通过社交媒体看到他人的生活和成就，不可避免地与之比较。当然，将身边的人视为竞争对手，在学业或工作上互相促进提高也是有益的。但这种竞争方式只在自我肯定感较高时才有效，自我肯定感较低时，与他人比较可能引发自卑、焦虑和自我厌恶，进而加剧自我肯定感的下降，形成恶性循环。然而，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沮丧，即使随着年龄增长，经历了与许多人的比较和经验的增加，导致自我肯定感降低，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努力再次提升它。所以，请放心，无论我们年龄多大，身处何种环境中，都有可能培养自我肯定感。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如何避免沮丧并保持积极心态。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习惯化需要高度的自我肯定感的重要性，以及任何人都可以提升自我肯定感的内容。作者通过与客户的咨询工作发现，习惯化不成功的人往往过于追求完美的结果，而这种过度追求导致他们的自我肯定感降低。作者具体指出了这些人的3个共同点：一、过于强调必须做到的观念，试图一下子完美改变习惯，没有考虑放松或娱乐的空间；二、过于关注过去的失败而无法转变；三、无法切换思维模式，过去的失败经历依然影响着他们。这些情况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熟悉呢？但我们并不需要因此而认为自己不行，将过度追求和过去的失败视为客观事实，然后重新审视并尝试转化为下一次挑战的经验，这样就可以成功地养成习惯。让我们逐一确认解决方案，并将其应用到下一次的挑战中。那么首先，让我们详细解释一下习惯化不成功的人的第1个共同点：过于强调必须做到的观念，试图一下子完美改变习惯。由于过强的固有观念而试图彻底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即使能够坚持一段时间，最多也只能依靠意志力去克服强行实施的习惯。新养成的习惯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后中断，因为我们无法持续用意志力压制，判断新习惯是否适合自己，是否会成为压力源。一旦明确，我们几乎可以预见其能否持续下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首先是放下过强的固有观念。坚持无法贯彻实施，会让你的心灵在某处发出警示信号。倾听内心的声音并及时调整方法，可能看起来像是走了一条弯路，但却是成功养成习惯的捷径。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习惯化不成功的人的第2个共同点：过于强调完美执行，没有放松或娱乐的空间。这种情况也与过强的固有观念相关，导致自己逐渐陷入困境。完美主义和自我肯定感的低下交织在一起，结果使得我们无法客观看待自己的行动。一旦决定执行某种习惯，就容易形成严格的规则。一旦打破规则，立刻产生厌恶情绪，想要放弃。此外，对放弃的自己感到沮丧和自责，进而导致自我肯定感进一步降低，陷入负面循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增加习惯的选择范围，扩展行动的可能性非常重要。当无法实施计划 A 时，可以考虑转而执行计划 B。如果计划 B 也面临困难，那么可以选择更轻松的计划 C。在这种情况下，提前准备好内心中的23种不同备选方案会成为关键。
请务必尝试这样做。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习惯化不成功的人的第3个共同点：无法转变思维模式。过去的失败经历继续影响着他们。在新一周开始时，可能会感到挫折，甚至会变得悲观，认为一切都会失败或者自己无法成功。遇到小挫折就感到沮丧，并想要放弃。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无法忘记过去的失败经历所致。为了摆脱过去消极经历的束缚，提升自我肯定感，并重新确立自己是人生的主角感非常重要。通过专注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同时伴随着愉悦和快乐的心情投入到新的一周中，可以解决这种情况。显而易见，选择容易执行的周计划和想要实践的习惯将更容易持续下去。通过这样的成功经历，逐渐会积累出原来我是可以做到的感觉。换句话说，通过反复完成小习惯，体验成功，自我肯定感会逐渐增强。重要的是要不断经历这个循环，这样过去的失败经历就会成为过去。我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并开始前进。这种转变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要完全否定挫折经历等，而是要接受它们。它们并不代表无法挽回的失败，而是一时的失误，是对成为想要的自己有所帮助的经验。让我们这样去理解：有时候看似消极的经历或者挫折，其实是我们成长的机会。当你重要的人遇到困难、挫折或者失败时，我认为我们应该用关心和鼓励的话语来支持他们。我们需要像对待别人一样对待自己，给予自己理解和温柔。从这次的失败中学到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在下一次尝试中更加成功。要相信下一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并且可以向周围的人寻求建议和意见。通过这样的思考方式，我们可以减少对挫折和失败的消极看法，把每一次经历都看作是接近自己理想的重要经验。多次尝试和失败是很正常的，我们需要理解并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对于有能力的人来说，墙壁不会次次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对于能超越困难的人来说，墙壁也不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因此，面对困难，我们应该视之为机遇。当我们看到眼前有高墙耸立时，有时会在最初就放弃，甚至在未经尝试的情况下就中途放弃。即使你试图养成习惯，但过去经历过这种挫折，那只是因为你的自我肯定感不足，并非意志不够坚定。提高自我肯定感后，你会相信自己不会失败，改变了之前设定的限制和可能性，从而不会在开始前放弃或中途放弃。养成习惯的技巧可能不会立即得心应手，但请记住，习惯的力量确实存在于你内心。选择创造愉悦和快乐情感的习惯，而不是增加心理负担的习惯。如果你在某周感到力不从心，试着在睡前写下当天令你开心的3件事情，以愉悦的心情结束一天。克服困难期，当习惯被打断时，不要自我否定并放弃，而是要给自己一点宽容和鼓励。放松心情，可以准备一些轻松的备用计划，比如计划 B 或计划 C， 而不是直接责备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想象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并逐渐养成新的习惯，反复经历小小的失败和成功，同时增强自我肯定感。接下来我将解释如何通过3个步骤来培养新习惯。在这3个步骤中，我将分享一些技巧，以满足因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自我肯定感，并阐述开始新习惯的关键部分，以提高成功率。你可能听过“心态”这个词，心态指的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教育和先入为主的观念形成的思维模式或固定的思考方式，涉及心理方面的内容。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心态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相信通过努力和成长可以取得进步的成长心态，另一种是认为人的能力取决于天生的天赋的固定心态。心态会随着环境和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我们的心态
会在这两种心态之间转换。通过有效控制心态，我们可以培养出自我价值感，并提升自我肯定感。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心态来提升自信心。让我举个具体的例子，假设有一位名为 A 的公司职员，他目前的工作环境并不理想，正在寻找其他工作机会。为了加入新公司，他必须获得超过800分的托福成绩，因此他希望能够养成英语学习的习惯。然而，他的习惯养成计划却进展不顺，让他感到困惑。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A 更倾向于成长型心态还是固定型心态？大家认为 A 更倾向于哪一种心态呢？考虑到他养成习惯的困难和挫折，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具备养成习惯的能力。因此，答案是他更倾向于固定型心态。我们的大脑倾向于将负面记忆留存较深，因此容易陷入消极的思维模式。当负面思维模式持续存在时，人们可能会得出“我没有能力，所以事情无法顺利进行”的结论，并试图接受这种结果。这时候，心态就会转向固定型心态。这个问题的根本是自我肯定感的下降，心态的改变受到这种影响。在这种心态下， A 先生努力保持学习英语的习惯，但很可能会在半途中感到挫折，认为自己无法做到。这种固定型心态的思维模式是每个人都可能拥有的。当事情不顺利时，我们很容易陷入以下这种消极的思维模式：过度执着于某件事情，无法多角度思考而感到烦躁；对周围人的小错误或误解过度关注并生气；被眼前的不安所困扰而失去冷静，感到焦虑。我们的心态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转变思维模式，相信一切都会顺利的成长型心态，就能够成功养成习惯，提升自我肯定感。请回想一下我在前面2点中提到的内容。面对当前困难或过去失败的情况时，我们需要对他人给予友善的鼓励和关心。同样的，对待自己也要以同样的关怀和温柔态度对待，这一点至关重要。接下来，让我们尝试将之前提到的消极思维模式转变为积极的方向。当你发现自己过于执着于某件事，无法多角度思考而感到烦躁时，这可能是因为事情并不顺利。这时候，不妨放下手中的事物，放松一下。可以大声说出“我先休息一下吧”。放下手机和电脑，去海边或森林散步。随意的思考可能会带来新的灵感和想法。当你发现自己对周围人的小误解或不满而感到烦恼时，可以试着从自己这方面出发，夸赞对方的想法或行动。你的想法和做法都很出色，这样或许能缓解双方的紧张情绪。也许你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即使面对负面情境，通过给予自己积极的心理支持，你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这正是所谓的心态转换技巧，又称为重新构架。重新构架是打破过去思维模式的过程，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问题。通过将消极的思维模式转变为积极的，你可以保持内心平和，同时客观地审视自己的现状。当你感到困惑时，可以尝试使用这个技巧来培养成长型心态，激发自信心。现在回顾一下之前提到的 A 先生的例子，你可能还记得一些内容。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将内容再次展示在屏幕上，请您再次确认。针对 A 先生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启动养成习惯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刚刚学到的重新构架技巧，并进行一次总结性的复习和确认。首先，作为第一个关键点，我们需要明确为何要养成这个习惯。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明确我们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为什么要这样做，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并将想要养成的习惯与个人目标紧密联系起来。真正理解习惯养成背后的原因至关重要。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们可能会找到以下的动机，例如，想要更加流利地运用英语，因此每天养成学习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为什么可能是想要以英语为武器，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自己。
第二个关键点是通过重新构架来客观看待现状，从而推动自己转向成长型心态。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目前认为不合适的工作环境。例如，可以尝试这样的重新构架思维：或许现在的工作环境之所以不合适，是因为自己在心理上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尝试积极地与周围的人沟通，表达认同和支持。如果仍然感觉不合适，那么勇敢地迈出一步也是可行的。这就是重新构架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尝试着用这种方式重新审视现状吧。让我们更具体地描述一下我们想成为的自己。重新审视现状，重新认识自身价值，增强自我肯定感，然后努力养成学习英语的习惯。这将成为支撑自由生活的重要工具。在进行这些之前，创造良好的环境至关重要，就像播种优秀习惯的良好土壤一样。要开始养成良好的新习惯，首先要为此创造良好的环境。和 A 先生一样，先调整心态和心理状态，然后通过重新构架来客观看待现状，摆脱降低自我肯定感的思维模式和压力。这是养成良好习惯的良好方法。当朝着想要成为的自己的方向努力养成习惯，并逐渐扎根时，自我肯定感会进一步增强。这样一来，即使遇到负面事件，也会更容易摆脱没关系的心态，更轻松地养成习惯。然后无论是哪种习惯，一旦克服了需要努力的阶段，就会逐渐变得可以不经过思考就能执行。凭借意志力，过去必须依赖意志力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可以变得无意识地完成，这就展示了意志力的强大作用。当我们拥有意志力和自我肯定感时，就能够进入新习惯的循环，并增强更多的自我肯定感。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朝着更好的方向不断发展。本书提供了许多对于提升心态和习惯化成功率非常有帮助的技巧和方法。虽然视频中未能详尽介绍所有内容，但希望您能亲自阅读并从中受益。这本书将成为您开始新习惯的有力支持。祝您改变生活。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请给予高评价，这将激励我创作更多高质量的视频。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